你先别问我，听我问你好吗？你问我，那好，你问。哎，你问吧，你问吧。你跟满江红是有一个女儿吗？我在问你呢。他出国之前把孩子交给了你，你转手送给了别人，是这样吗？那你把孩子送给谁了？请你如实回答我。说话呀！你打我！我就打你！你为什么骗我？明明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要说是在医院捡的？你为什么把我蒙在鼓里？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孩子的继母，原来我还是孩子的姑姑。那是姑姑有什么不好？不就亲辈辈亲，打断骨头连着亲呢？是姑姑有什么不好吗？你养我的孩子不背上加亲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明白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能跟你说明白吗？我要说明白了呢，那朱美荣能容我吗？马仕途能容我吗？我要跟你说明白了，我们这家就乱套了，我就没家了。现在就没乱套吗？满江红已经找上门了，他已经见到萌萌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摆平得了吗？我能怎么办？马向前，我告诉你，萌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满江红的，她管我叫妈妈，你们谁也不想带走。我就没想带走。没事儿的啊，天塌下来有老姨和老姨夫顶着呢，砸不着你啊。圆圆，还没吃饭吧？没做，我吃不下去。我就知道你没做，老姨夫都给准备好了，都是对你胃口的啊。谢谢老姨夫。妈妈还可比死没休。就你淘气。行了，洗手吧，吃饭。圆圆，大清早的有事儿啊？怎么了，圆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萌萌的生母找上门来了。萌萌的生母？萌萌的生母找上你了？她什么意思啊？要把孩子带走。她做梦，她做梦呢。这，当年萌萌是她遗弃的，她现在，她还有脸往回要？不怕，圆圆，咱不怕她，打官司咱都有理，啊。
不对啊，萌萌生我怎么能找到你呢？他怎么知道是咱们抱的萌萌？她是我表哥的前妻。你表哥马向前结过婚啊？那萌萌不会是你表哥？啊？那个人叫满江红，他当时要出国工作，就把孩子给我表哥了。我表哥那个时候已经有朱美荣了，他怕朱美荣知道他有婚史，就把孩子给咱抱来了，说是在医院捡的。你那时候就知道萌萌是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听满江红说的，真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一民。马向前，你表哥是个王八蛋！一民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，咱们怎么办啊？你别问我，你问你表哥去，你问那王八蛋去。一民。方圆圆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你跟我哥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不要再来问我了。我跟你哥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，现在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。你跟我之间的事情，你跟我之间有什么事情？我的女儿现在成了你的女儿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事吗？满江红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吗？我承受不起。你觉得现在我是想跟你开玩笑啊？好吧，就算是你的女儿，我想去看她。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想知道她的幼儿园在哪，我想去看她，天天去看她，可以吗？算我求你了。我替我女儿谢谢你。但是你每天去看她会很劳累的，我女儿不希望因为她而使别人很劳累，所以我看还是免了吧。方圆圆，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因为我尊重你。可是你如果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，你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啊，你说说你想怎么样？我可以做亲子鉴定，证明你是我女儿的母亲吗？是的。那我就提醒你一句，你可以抽自己的血，但抽不了别人的血。这个鉴定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。方圆圆，别逼我。他叫满江红，生下孩子后要出国工作，就把孩子交给了我哥。我哥当时已经有了朱美荣，而朱美荣知道他有婚史，就把孩子给咱抱来了，说是在医院捡的。喂，圆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琴房呢。那你上我这儿来一趟吧，咱们俩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。你不是不管吗？你不是让我找我哥吗？圆圆，你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使性子呀？你在办公室吗？没有，我在单位边上的花园呢。好吧，我就来。
这事儿啊，咱们躲也不是办法。人家满江红啊，心里一定清楚，萌萌就是他的亲生女儿。咱要愣是不认这事儿，这就是掩耳盗铃了。那不躲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把孩子送给他吧？那当然，萌萌是咱们的孩子，别说送了，谁来抢都不成。但是这事儿啊，你得这么想：说如果咱们双方大人都怀有抵触情绪，极有可能这矛盾会升级，等闹到天翻地覆的时候，萌萌就会知道。说这萌萌要是知道了，这对她的身心健康多不利，对吧？我想这件事情啊，大家都应该从怎么保护孩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。他满江红也是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我想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咱跟他摊牌？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的，没必要遮遮掩掩。那他要是不懂这个道理呢？那咱们可就完全暴露在他的火力之下了。那现在咱们想躲，你看躲得了吗？人家满江红的枪口早就瞄上咱们了，我看还是大胆面对的好。那你具体说说，怎么大胆面对？约上满江红，咱们俩和他面对面的谈谈。那行吧，你试试吧。我用表哥约他。这事儿不让马向前掺和行不行？我没有满江红的电话号码。那你问他把电话号码要过来就行了。喂，艾哥，你能给我一下满江红的电话吗？哎，你要他电话干什么呀？我跟赵一鸣想找他谈谈。哎，又是赵一鸣出的馊主意吧？哎，圆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尽量避免和他见面，有我在前面顶着呢，你往前台凑合啥呀？哥，给我跟他说。喂，马向前，你先听我说两句啊。他给我挂了。这马向前，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我还没问你呢，满江红那个孩子你送给谁了呀？你说呀！那我说了，你宽大我吗？我宽大不宽大你都得说，你也不能跟我撒谎。你刚才刚说完，教训深刻，你现在又忘了？那不行，那我说了，你得宽大我。行，我宽大你。那我可说了啊，我说了之后，你快说吧。那我说啊，这满江红的孩子，让我送给圆圆了。萌萌啊！美荣，我今天可是敞开心扉跟你坦白了啊！你要是不宽大我的话，那可是违反政策了。行，我宽大你。那你的意思，是不是不离婚了？不离婚也行，但是你必须依我一件事儿。你说，只要你不离婚，100件我都依你。好，哎，那你跟我来。好，来啊，来呀！走啊，再走2步。哎，朱明荣，你走吧，这个家里没有你。你要往哪儿走啊？我还穿着睡衣呢。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记得明天离婚就行。让人家关门外，是不是误了？关门外头，那朱美人想干什么呀？他想离婚啊？哎，别抻了啊！再抻也抻不长啊！你爸腿儿短，所有的裤子都这么长，没有再长一点的？没有，你找一找啊！你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了半天，就这么一件，凑合穿吧。你这一辈子只穿老头衫啊？对，就这命了啊，没办法。老
行，就这玩意儿。来，里头。哎呀，你这衣服什么味儿？你是不是没洗啊？胡说！啊，我是最讲卫生的啊！哎呀，精神。那得给我搞个腰带啊！腰带我就一条，就不能皮。腰带什么没大没小？上班呢？你不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干什么？不是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不是干什么？不是你给他，我系什么呀？你别系了，一个老头子系什么腰带呀？什么？我老头就不用系腰带啊？你说啊，你找个麻绳，找个麻绳啊。讨厌！哎，赵先生，怎么着？马鞍前，怎么穿这么身啊？这不是你一贯风格呀！啊，换身行头，以求面貌常新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想揍你。不会，你不会这样干的。哎，你要说是前2天啊，你刚知道那个消息，你找我发邪火，有这种可能啊。现在你不会的，因为没有激动的情绪支撑啊，所以你不会做出这种不文明的事情。我说马向前啊，我懒得理你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你是绝顶聪明啊，还是天生的傻蛋啊？你甭管我聪明还是傻蛋，你找我有什么事你快说，我这还忙着呢。说，我找你要满江红的手机号码。你非得跟他联系吗你？你是不是想图怀送报呢？你想把萌萌送走啊？你门儿都没有，我这关你就过不去。我刚说完你傻蛋，你瞧你，还来劲了你。哎，萌萌是我女儿，我忍心把她送走吗？我找满江红就是为了在这个危机时期寻求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，懂吗？你拉倒吧你，有我在前面顶着呢，你解决什么和平？你和平什么？你和平？我还忙着呢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说不说？哎，你不说我真揍你啊！你动真的了啊？说不说？啊你，那你松手啊！你松手啊！我说你松手啊！不跟你办见识。说。139-1537-2468，多少？139-1357-2468，记住了？那我可以走了吧？走吧，一路走好啊！你他妈才一路走好，死去吧你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. 像几个王八蛋！喂，一鸣，今天晚上老姨跟老姨夫有点事儿，你能去接一下萌萌吗？好，我接出来给你送回家吧。哎，别，那个你先带萌萌去吃个饭吧，因为我今天有点事儿，也晚点回家。好，我知道。萌萌的生母找上门来了。他想干什么？人家想要回萌萌的抚养权啊。这不可能吧？是他遗弃了孩子，不追究他的责任就不错了，他还要抚养权？再说了，他怎么找上你们的？有一个马向前就可以挡架了，至于你焦头烂额吗？问题是人家根本就没有遗弃孩子，人家只不过是让马向前代养一段时间。这挡架，马向前现在躲还躲不过来呢，他挡什么架呀？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马向前是萌萌的生父。你说什么？萌萌是马向前的亲生女儿，这你能懂了吧？这马向前作为生父，他有义务抚养萌萌，但他没有权利把萌萌送给别人养。更何况，他把萌萌送给我们养，没有征得人家满江红的同意，人家满江红有1000条理由可以要回萌萌的抚养权。这事儿搞不好啊，这萌萌真有可能要离开我们。
你说我现在这种心情，你能理解吧？满江红就是萌萌的生母。这马向前可真够有才的，啊，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给别人养，自己呢偷偷的享受亲情，又可以不承担义务。哼，真是够有创意的。马向前啊，我算是栽在他手上了。我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你说说我能拿他怎么着？啊？他这不是罪啊，他只有过。罪可罚，过不当诛，对吧？你也是，他们都把你骗成这样了，你吃亏上当，不长记性。我怎么不长记性了？你要是长记性，你就不用坐在墙头上左右为难了，你就应该跳到这边来。这边有这间屋子，还有你，还有毛毛呢。那毛毛，他可是你亲生儿子吧？韩雪，咱能不能不要旧话重提啊？不是旧话重提，你看人家萌萌，他真爹真妈都来了，他用不着你这个假爹再施舍爱心了。韩雪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和方圆圆复婚这念头啊，我是棒打不回头。你怎么这么坚决呢？那人真爹真妈要真来找你打假怎么办？什么真爹真妈？真爹真妈都得靠后，那因为我们这假爹假妈绝不下岗。请你站起来。我来找方老师谈事儿，有工作吗？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有什么事儿出去谈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有件事要求你。求你之前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不和赵一鸣复婚？你说呢？小鬼当道，我复得了吗？既然你们复不了婚，那你就跟赵一鸣做一做工作，让他和我结婚吧。韩雪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，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，我觉得一般人一定做不到。我现在是有求于你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在意的。你看啊，满江红现在已经杀上门来了。无论你怎么挣扎，萌萌都将随生母而去。到时候失去萌萌，你的力量就减弱一半。在赵一鸣情感的天平上，你失去了重要的砝码。所以呢，你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就当是成全一桩好事。赵一鸣不娶你，你应该去找他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没有用的。我来找你是因为赵一鸣他现在老在你家门口绕，你要告诉他。他走错门了，应该回家。好啊，下次我见到他，我就会跟他说：“赵一鸣，你媳妇儿喊你回家吃饭呢。”这句话倒是挺流行的，但是你要告诉他谁是媳妇儿。你，韩雪，可以了吗？我在认真和你谈话。我也非常认真。韩雪，你怎么又活跃起来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问你，怎么能找到满江红？你找满江红干什么呀？
韩雪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已经够乱的了，我不许你添乱。我怎么就添乱了？我找满江红怎么了？满江红是妖精啊，我见见他难道不行吗？韩雪，你当我猜不出你找满江红干什么呀？你认为你的机会又来了？你休息吧，这里头没你事儿。怎么就没我事儿啊？满江红的抚养权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他把萌萌带走了，你就不必一心二用了。方圆圆也可以嫁人，这结果对谁不好啊？韩雪啊，我看你这是又重操旧业了。什么重操旧业啊？赵一鸣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。我也告诉你，过去的赵一鸣消失了，现在赵一鸣站起来了，我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。那赵一鸣，我告诉你，我自己能找到满江红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但是我劝你别找人家，给人家一点安宁。我不找他也可以，但你不能对我这么冷漠。那你说，我怎么做才算不冷漠？娶了我呗。那对不起了，我只能冷漠。赵一鸣，你别忘了后果。满江红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找你。你找我？你是想把孩子还给我？我和我前夫想跟你好好谈谈。前夫？你离婚了？能到对面的咖啡厅等我吗？我现在马上联系他。我希望我们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好谈。其实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你把孩子还给我就行了。再说，你现在也离婚了，你带着一个孩子多不方便啊！你不是也离婚了吗？你带着孩子不是也不好嫁人吗？你跟我能比吗？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说实话，你辛辛苦苦养了他那么多年，我心里是感激的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跟我抢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满江红绝不退让一步。你随便。好，我今天是想来告诉你，我准备起诉了。这儿，吃饭呢？嗯。你怎么每天都吃这个呀？哎呀，哪能啊！我这2天啊，这胃口不好，这不太饿，那饿了随便吃一口。这个不行，这太没营养了，时间长了身体受不了。我带你出去吃点东西。哎，我不饿，你带我去哪儿吃啊？你来找我，一定有事儿吧？怎么了？满江红，他要起诉了。他找过你了？你就没跟他好好谈谈？他不谈，他只要孩子。看来这场官司是非打不可了。那满江红要告，应该是告马向前，对吧？那马向前知不知道满江红要告他？可能还不知道吧，正准备去告诉他呢。那你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别老吃那没营养的东西啊！我知道。这个满江红啊，给圆圆下了战书，说要是再不交出孩子，他就要起诉了。啊！现在满江红啊，就像下山的母狼啊，问题相当严峻，孩子相当危险。咱们大家开个会，大家都想想办法，啊，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。你先发言吧。有你这么主持会议的吗？啊，你得给我点思考时间吧。
是，你得让我们想一想啊。行，咱们思考5分钟啊，思考5分钟。你这个官司一开庭，就很难能打赢。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呢，是满江红的，不是马向前的。什么呀？那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属于我们呀，我们当初办了收养手续的。哎，我知道你办过收养手续，但是想证明这个手续啊，缺少法律依据，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弃婴。当时满江红把孩子送给这个马向前啊，他送给他是寄养，不是送养。既然谈到寄养，那么孩子的抚养权没变更，啊，马向前再把孩子再送给别人，他这是违法，他没这个权利，你知道吗？马向前是孩子的生父啊，生父也不行，这孩子是一父子，啊，这个孩子没出生之前，马向前和满江红啊就已经解除了这个婚姻关系了。尤其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马向前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呢，还是属于满江红的，不属于马向前的。哎，老婆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要是马向前一口咬死，这当初满江红他是主动放弃抚养权的。一民呐，像这种话没有法律做依据，啊，在法庭上是很难成立的。我这儿还仅仅是从抚养权上而言，还没谈到生活状态。满江红是单身，可是方圆圆也是寡居，2个人都没有家庭。在这个问题上来看，你们也就是打个平手吧。哎，老婆，那如果说方圆圆有家，那这情况应该有所改观吧？有家当然好啊，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。而有利于孩子成长，是法院判定抚养权的前提性原则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那如果我和方圆圆复婚，这场官司有多少胜算？你们要是复婚，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单从孩子健康成长这一个角度上来说呢，你们就优于满江红了。但是，影响不到孩子这个抚养权的归属。咱俩是朋友，我跟你说心里话。你这个官司现在非常复杂，而且你让我能看出有几分胜算，我真的是看不出来。主任，找我。哎，来客人了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他就是马向前。哎，你们坐着谈，好吧？你好。你好。坐。我不认识你。我是天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叫黄婉秋。黄律师。满江红称，你与他存在有女儿抚养权纠纷，目前已经向宽城区法院提起诉讼，并委托我呢为他的代理律师。我今天来找你，目的就是就有关问题展开调查，希望你能认真配合一下。既然是满江红委托你，你应该找他谈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已经听取了满江红的陈述，为了客观真实地了解事实的真相，我当然要听取你的陈述了。黄律师，我劝你一句啊，你最好是不要接这个案子，你肯定赢不了。你说你这么年轻，你万一砸了牌子，以后就不好混了。真的，是吗？说说你的理由，我为什么赢不了呢？因为满江红把孩子送给我的时候，他明确地表示过放弃抚养权，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归我了。啊，现在回来了，又想把孩子要回去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。你说满江红放弃孩子抚养权，你有证据证明这个说法吗？不，证据我倒没有。我当时忘取证，没有证据，你的说法就不能成立。好，我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对不起，我不能配合，因为我也要请律师。我的话呢，我只能对我的律师说。马向前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作为当事人，你有义务回答办案人员提出的问题。
方律师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别跑在这蒙我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是本院的主治医生，我也是本科毕业，我也是文化人，这我懂。该你律师做的，那就是辩护。那你不能笼统的说来办案呢，那办案是法官的事儿。对不起，失陪了。吴哥来电话了，说满江红的律师又找他了，看来这官司是非打不可了。人家非要打官司，咱躲是躲不了啊，硬着头皮往上顶吧。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律师啊？对，你不是认识那个吗？就庞律师，我去找过他了。那他怎么说啊？庞律师听了我说的情况，他认为这官司咱们输多赢少。完了，连律师都没信心，这回真的没指望了。哎，你不能泄气。这官司没有判定之前，哪怕有一丝希望，咱们都得努力。那庞律师说，关于这种抚养权的案子，他结案的因素是很多方面组成的，特别是一条，就是他要看哪一方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。别看人家满江红啊，现在是个单身，可咱萌萌现在也算是在单亲家庭生活，这官司打下去，对咱们可就不利了。咱们不能改变满江红的想法，只有改变自己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给萌萌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你说呢？你是说复婚？对，复婚。圆圆，韩雪没那么可怕，更何况咱们现在是为了萌萌，我绝不让萌萌离开你。真的，我就想保护你和孩子，保护咱们这个家。哥，领导事先跟你说了吗？谈什么呀？你看看吧，你工作调动了。文件发下来了啊！你怎么不跟领导好好谈谈呢？你下派到民艺团，怎么也得是个副团长吧？给你个小剧场经理你也干？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，这事儿是我主动要求的。哥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认为你吃错药了。这叫啥活啊？很多事儿你都不知道，刘洋。有这么一个活给我干，我都谢天谢地了。把文件收起来啊！哥，这是咱俩说，这活让我去，打死我也不去。小郑叔叔，来，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，没事，我帮你吧，以后都是我的活。什么都是你的活呀？张一鸣没戏了，我以后就不排第一位了吗？那川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我跟赵一鸣没戏了？他没跟你说。他跟我说什么？毛毛，妈妈给你钥匙，自己先上楼啊。妈妈跟小郑叔叔有话要说，乖。毛毛真听话。郑大川，我警告你，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立马从我眼前消失。不是，我以为赵一鸣跟你说了。你赶紧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赵一鸣要复婚了。怎么？他复婚了，你这么看我干嘛？韩雪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还，别担心，那庞律师是我特别好的朋友。他既然说接手这事儿，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喂，老姨。刚从律师那儿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老姨说让我现在过去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怎么办。你也去吧。美荣，哎呀，美荣，你现在可真是进步了。妈，您不说我是个弹簧吗？
我有造就。哎呀，这弹簧啊，就是有伸缩性啊，你可别学那川剧的绝活哦。什么川剧绝活啊？川剧的绝活就是变脸儿。妈，向前要是继续对我好，我肯定不变脸。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理我。刚才我主动跟他说话，他就斜了我一眼。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妈，妈跟他算账去。那妈，我可仰仗您了。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压弹簧，压弹簧吗？你可好，人让人家一顿糖衣炮弹给你打倒了，你就不能再拿几天？我怕拿大了，压弹簧要适可而止，压大了劲儿容易折断，这不是我们的初衷啊！哎，你拉倒吧，哎，你这叫适可而止啊！你热气还没冒呢，你忙着吃点什么锅盖呀？吃不到火候。别说了，开门去啊！谁呀？圆圆。啊，圆圆。妈，圆圆圆圆。姨父。一鸣来了。老姨夫好。好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我让一鸣来的。说啥呢？该来的都能来啊！别说那些没用的。来，一鸣快坐啊，坐。美荣，美荣，哎，赶紧出来吧，那人都到齐了，咱们现在开会了啊！来了。哟，都来了。向前，上哪儿去啊？老事儿给我做了。爸，来喝水，喝水。爸什么爸呀？你妈说的不好使是不是？马向前，你知道不知道我烦你啊？坐回去，别惹你妈生气。这个，今天大家都到齐了啊，我们开个家庭扩大会啊。老姨，我跟一民准备复婚了。真的啊？复婚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们家这个总算有喜事儿了啊。所以我说啊，今天这会议一鸣也应该参加，咱就别叫扩大会议了。那还不是没办手续呢吗？还是得叫扩大会啊。这个今天这个家庭的扩大会由我来主持啊。今天的会的主要的议题是这样的：首先我要宣布，这个马向前和朱美荣，下去。事听着，马向前和朱美荣这离异的风波已经平息了，啊，从此以后，马向前、朱美荣，你们俩就要往前看啊，当然不是往马向前那看，是向前看，精心美容你们的生活。圆圆啊，笑什么呢？你以为老姨那1年多的老年大学白学？没，绝对没白学。不是，我主要是觉得您说的特生动。哎，你这一笑，我倒想起一个事儿，非常重要的事儿。今天咱们这个会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议题，就是圆圆和赵一民这个复婚的问题。赵一民，这个复婚的事儿已经反反复复好几次了啊！今天当着与会各位的面，你给我们表明一个态度，这一次你不会再反悔了吧？不反悔了，复婚，雷打不动。好，雷打不动，雷打不动说的太好了。来，大家为雷打不动这句话热烈鼓掌，大伙儿鼓掌。妈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向前，咱妈真有才。你比我妈还有才。向前，
怎么不鼓掌啊你？散会。散什么会呀？鼓完掌了，那不散会吗？正经事儿还没说呢，散什么会？你说昨天开那个会，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，那律师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什么情况啊？你给我们汇报汇报啊！是这样的，这现在也没什么可汇报的，反正就是人家律师答应替我们辩护了。辩护呢？咋辩护？他总得给咱交个底儿吧？不是，人家这不是刚接手吗？怎么着也得让人准备准备啊！准备。行，这个律师的事情咱们先不说了，现在咱们就是集中精力啊，周密的思考一下啊，除了打官司这事儿之外，咱们还能做点什么？啊，这个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一句话：保护萌萌，把满江红打回老家去。我说这么半天，你们大伙儿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来，那个圆圆，给咱发个言啊！要不然老姨夫说说吧？啊，发个言。好，是的。老伴儿啊，这个我觉得吧哈，会不要再开了。这样，今天就算你给大家留了一道思考题。大家都带着这个问题回去思考，等思考成熟了呢，再来向你单独汇报。不要再开会了嘛，开会之风不可长嘛，啊，你说呢？哎呀，爸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。对呀，其实妈那个汇报不汇报的都是多余的，直接干就行了。没错，老姨，我觉得这开会之风绝对不能长。那行，那既然大伙儿都不愿意开会，那我就正式的宣布家庭扩大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。上前。我跟您说，我觉得我老姨这心理医生啊，还得继续看。是得接着看。前些日子咱家的事儿啊太多了，等清静了，我带她去啊。老姨夫，对老姨啊，您还得耐点心，不能发火。是，你老姨没别的，就是这个脾气上古怪一点，您别惦记啊。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个满江红，啊，你们能不能多做做工作，不打这官司啊？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这官司打完了，不管谁赢谁输，对谁都不好。对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咱们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争取有个转机。打官司不好啊。行，我们想想办法，争取不打官司。好，您放心吧，那您别送了，我们回去了啊。去吧啊！再见，老姨夫。再见，老姨夫。走。妈，那我们回去了。向前，向前，我们回家啊。向前，跟我回家吧。你要不回去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哎，向前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吗？向前，我以后都不提离婚的事儿了。咱妈刚才不说了吗？这离婚的事儿到此结束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呀？向前。妈，你这有我住的地方吗？啊？那住这儿干嘛？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向前他不跟我回家，我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，我害怕。他不让我回去，我差点我都给他跪下了。王二神，你说这孩子，王二神，你赶紧起来，跟我回家去，回家去。哎，别烦我，睡觉呢。你烦我还烦，快烦死我了！好事啊！哎呀，你好回来了！我跟你说，你看看这孩子，妈，
妈，你快帮我劝劝他，那向前不跟我回去，你快，你让他跟我回去吧。起来，我不走，回家。你还来劲啊？啊，走不走呢？你走不走？不走。你要不走，我把你扎成漏勺。走不走？走走走。你干什么你？哎，你要不走，我一剑封喉。这样，走。我走。这样，并且瞒着所有的人。你不能生育，你在赵一鸣面前，那顿时就矮了3分。他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你离婚。哥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。知道了所有真相的方圆圆回到家中，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一鸣，她虔诚地跪下请求得丈夫的原谅，解释这一切自己也是刚刚得知。然而此时的赵一鸣却一句：“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我是个废人，我不可能有儿子。”你怎么可能是废人？如果不是初恋女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认爹，赵一鸣也许这辈子都不清楚自己原来是健康的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经过一番追查之后，得知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妻子方圆圆身上，是负责做检查的马向前话都听不进去，一度认为是他和表哥合起伙来欺骗自己，说什么都不原谅他。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，我就不是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方圆圆离婚，而方圆圆满心愧就死也不肯离婚。赵一鸣来到马向前工作的医院，一拳头下去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打的就是你！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告你呢！你告我什么？我告你以德败坏。男人明明被查出没有生育能力，可初恋女朋友突然找到他，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，声称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个孩子是你赵一鸣的种，我当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赵一鸣在文化局上班，妻子方圆圆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婚后，赵一鸣被查出不能生育，于是夫妇2人便收养了一个女孩，起名萌萌。从此，2人对孩子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一天，赵一鸣大学时代的女朋友韩雪突然带来一个6岁的男，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瞒着所有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妻子离婚，无论圆圆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没用，于是回家拿来自己不孕症证明。可一张曾经的诊断书并没有说服韩雪，于是赵一鸣同意做亲子鉴定。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却让赵一鸣大吃一惊，这个名叫毛毛的男孩却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认为是不是医院弄错了，或者名字填错？不可能的，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，怎么会错呢？得到护士的肯定回答，赵一鸣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，立即赶往另一家医院做体验。得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根本没有病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赵一鸣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：如果你妈不找我麻烦，我就不告你。方圆圆因为萌萌一直吵闹要爸爸，又得知这是赵一鸣与他结婚前犯下的错误，起了复婚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得知赵一鸣已经离婚，依然爱着赵一鸣的韩雪也想与他结婚，好给自己和孩子找个归宿。夹在中间的赵一鸣该如何选择呢？受了多年窝囊气的赵一鸣只能借酒精大醉一场，这让圆圆满心愧疚。第2天，马向前提醒圆圆将事情解释清楚，早谈早和好。毕竟这个事情圆圆是不知情的。但昨晚大醉的赵一鸣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，根本谈不上火。上班路上，初恋女友韩雪再次找到赵一鸣。你一个健康男人，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看你受委屈，我心里难受。毕竟我们2个相爱过，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。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，还来认父亲。自认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赵一鸣，自然是不会认孩子的。我没骗你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你。我跟大款离婚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。出嫁之前，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因为我爱的是你。赵一鸣以为韩雪是故意来讹自己，于向前开假诊断，他就告赵一鸣包2奶。马向前也主动找到赵一鸣道歉，希望能看在大家曾经是亲戚的份上，看在他抱回萌萌的份上，请求赵一鸣以德报怨，放他一马。赵一鸣想到前阵子领导和他说过的话，现在国家对公务员要求很严，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闪失，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，可别弄出什么不好的影响来啊。于是赵一鸣决定放弃状告马向。去哪个医院诊？给我表哥医院吧，有熟人比较好安排。愤怒的他回家后立马对妻子发难，并拿出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，质问妻子怎么回事。谁料妻子看到诊断书也是一脸懵圈，跟我这装蒜，你跟你表哥马向前合起伙来骗我。圆圆拿着诊断书跑去质问表哥马向前，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方圆圆身上，而不是赵一鸣。方圆圆从小失去父母，一直在马向前家长大，表兄妹关系感情很深。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于是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以去单位加班为由，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子和满桌子的饭菜，从家里离去，留下独自愈合伤口的圆圆。第2天，2人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。圆圆的笑容跟天气一样无比灿烂，可谁又知道强颜欢笑的人心里是在掉泪，甚至是滴血呢？他们并没有为争夺财产而大吵大闹。经过一番，他万万没想到，
赵一鸣居然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韩雪。由于是自己无法生育，负责检查的表哥为了保全她的家庭，做了个假诊断书，将罪名扣在了她的丈夫赵一鸣头上。然而相隔6年，赵一鸣的初恋韩雪带着6岁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，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。不能生育的圆圆，她又怎能和生了儿子的韩雪对抗呢？考虑一番后，圆圆决定了不再强留这段婚姻。回家后特意给老公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，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商量后，赵一鸣选择了净身出户，房子和养女萌萌都归圆圆所有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向韩雪表示，无论多困难都会凑足钱把毛毛的病给也好，但费用还差一部分。于是赵一鸣为了毛毛的医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话，便找到了当律师的朋友，委托他状告圆圆的表哥马向前，准备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那赔个几十万应该问题不大。官司我打了。可当年的假诊断书居然让毛毛拿去叠纸飞机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给孩子玩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回去就给你找。赵一鸣的律师很快找到马向前，向他了解当年假诊断书一事。不曾想马向前反咬赵一鸣家外有家的事情，是赵一鸣无中生有才蓄意报复。待律师走后，他慌了，赶忙往圆圆家里找当年的诊断书，可已经找不着了。马向前意识到诊断书肯定是在赵一鸣手中。赵一鸣给我告了。告了？他告你什么呀？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儿子多大？6岁了。女人和丈夫结婚6年，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居然有一个私生子。圆圆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的初恋商谈，企图通过这次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。可没想到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。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。你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承担着就好，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？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？精神阉割吧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？韩雪的话无疑是触痛到了圆圆的伤疤。女人忍受不了丈夫在外有私生子，而丈夫更是痛恨妻子表哥的欺骗，因此二人快速地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大人的离婚无疑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。我就要去找爸爸。萌萌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再不听话，妈妈打你了。我不回家，打死我也不回家。离婚后，养女萌萌整天吵着要爸爸回家，并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。马向前使出浑身解数哄骗萌萌吃饭，同时极力的劝说方圆圆与赵。现在被人甩了，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，我为什么被甩？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，他不甩我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而韩雪也终于说出找赵一鸣的真正目的，原来是孩子毛毛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不得已才决定投奔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赵一鸣承诺一定会把孩子的病治好。韩雪哭诉孩子病情的一幕，被前来劝告赵一鸣原谅方圆圆的马向前看见，两人的表情让他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马向前开始怀疑起赵一鸣突然做生育能力检查的理由。方圆圆的婚姻出现了危机，老姨夫妇在家中大胆猜测：你说这赵一鸣怎么突然想起体检啊？当年的去年就是假诊断的。马向前埋怨圆圆为何要离婚，如果不离婚还有这层亲戚关系罩着。如今赵一鸣无牵无挂的，自己就等着受审了。这一举动吓坏了马师徒一家人，于是打算前往赵一鸣家劝说赵一鸣撤诉。而此时韩雪正带着儿子给赵一鸣送来饺子，因为赵一鸣为了凑齐手术费给毛毛，这的两人注定渐行渐远。圆圆表示同意了离婚，但提出的要求想见一见那个女人。终于在赵一鸣的安排下，方圆圆和韩雪相见了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这次来是想旧梦重温吗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看来圆圆的对手可不简单，企图通过和韩雪的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。事后如何发展，我们下期见。赵一鸣复婚，并分析赵一鸣私生子问题乃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出现在他与方圆圆结婚前，根本谈不上背叛或出轨。如果方圆圆能够不计前嫌，为了孩子，还是复婚为好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为了毛毛的手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，赵一鸣一纸诉状把马向前告上了法庭，整天只吃馒头方便面。而韩雪也找了2份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毛毛也终于开口喊出了爸爸。你比我之前的爸爸好，之前的爸爸打我还打我妈妈。赵一鸣心疼不已，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。这感人的场面被前来相劝的圆圆老姨撞见，两人针锋相对，破口大骂，闹得非常难堪。赵一鸣只好先劝退韩雪离开，没想到王宝珠却临时改变政策，恼羞成怒，反咬赵一鸣包二奶养私生子，说如果赵一鸣告马不能生孩子这事也不是1天2天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就应该忘了。按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复杂。随即老姨王宝珠没能守住秘密，偷偷将猜测告诉了方圆圆。经多方证实，
圆圆回到家中，问起丈夫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会检查生育能力。赵一鸣思量了一下，最终说出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正想解释时，却被圆圆打断了。圆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相爱1天以前，圆圆还满心内疚，如今她的心境已然不同。哥犯的错误跟你的事情比起来不算什么，所以现在咱俩扳平了，我不欠你的。行了，那什么时候办手续啊？明天吧。赵一鸣没想到妻子居然爽快答应了离婚，心存怨恨的一鸣也不愿在家多待一会。